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在江苏江阴的新桥镇，这里是海澜之家投资100亿打造的飞马水城。海澜之家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吧？即使你没有买过他家的衣服，但也有见过海澜之家的门店，全国大小城市开满了呀。这个项目打造的非常气派，它是以马为画的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。有点异域风情的感觉，威尼斯水城一样。这里也是有游船的，晚上的夜景很漂亮。新桥镇对于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熟悉，这里就是飞马水城的大门牌坊，这个位置呢是北门，前面就能够看到海澜集团的总部大楼了，它的背后是阳光集团。现在灯光已经亮起来了，现在江阴这里的温度晚上都能够达到0下了。对面是飞马水城酒店，如果你来到这里玩啊，可以住它的酒店，这个酒店最低是200块钱吧。同时这里面呢也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，对面还有海底捞呢。咱们直接往里走，慢慢的给大家讲一下。买票呢就是在对面，这是售票中心，整体呢都是欧式城堡式的建筑风格。这里都有标牌，有电影院、购物中心啦、码头啦，还有马医院。马医院是什么呀？婚纱摄影馆，主要是马术馆，就是看马术表演的，还有以及这里的游船。一个镇上呀，100亿的项目，可见海澜集团是有多么有钱呀！卖衣服卖发财了。这里包船呢是2500，你可以一行很多个人。这里面搞得也是非常奢华的，飞马穹顶。整个景区的门票以及消费水平分为很多个档次。你上万块钱啊，在这里也能够消费的出去。如果说你进来就是单纯的走一走、散个步、看一看夜景，1分钱都不需要花，因为整个景区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。你去一些场馆，它才是收费的。50块钱坐一个游船，也能够在景区的河道里面转一转。据最新的资料显示，海澜集团排名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1位。非常厉害了呀，这个排名也很靠前了。我去年是有来过一次的，熟悉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。去年的时候在这里也坐了游船，也看了马术，的确是意犹未尽呀。去年我坐的就是前面那种柳叶小舟，50块钱电动的，现在也是50块钱。我已经来到这里面的购物中心了，两边呢都是吃的喝的饭店等等，跟正常的商场都是一样的。而且这里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上面蓝天，下面呢是水道。如果你坐小型的游船，它就是穿过整个购物中心，然后再到外面的大河道里，非常的有意境。来这里打卡拍照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不过今年过来呀，的确是非常冷清，没有什么游客。去年过来的时候也不是节假日啊，这里都是人贴人的，而且它还会有表演、舞蹈呀什么的，反正整体气氛搞得也挺热闹的，漂亮吧？话说回来，这也就是周老板有钱呀，把这么大的项目建设在了一个镇上。如果换在大城市，上海、杭州等等，我相信这里是不缺游客的。毕竟这个镇上它的工业再发达也没多少人呀。这边就是商场了，海澜优选。走在这里有一种感觉，不花1分钱就出国了。新桥镇海澜集团在这边投资的项目很多，而且都比较大。像新桥镇以及旁边的华市镇、周庄镇，都是江阴下面几个经济强镇，甚至有好几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。这边的安保人员穿的都是军装，
只要是跟海澜集团相关的产业，它的安保人员呢穿的全部都是军装，就会给你一种非常正式、有威严、很气派的感觉。现在过去的呢是大游船，这可能是哪位老板包船了呀？里面也没坐几个人。在今年这个特殊时期嘛，海澜集团多多少少肯定也受一些影响，从这个景区就能够看出来了。当然，周老板打造这个也不是纯属为了挣钱，主要是周老板他比较喜欢马，就像著名的相声演员于谦一样，比较喜欢养一些小矮马呀，各种小动物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雕塑就比较抽象了，它叫做狮头马。狮头马身也非常的威武，前面就是海底捞了，它也是飞马商城。这边呢有马术的表演馆以及飞马音乐吧。去年过来的时候啊，这里非常的热闹啊，有乐队在这里演唱。不得不说呀，这种西式的城堡建筑的确是很漂亮的，尤其是晚上的夜景，大家觉得呢？所以说，在国内很多景区啊，也都在造这种的建筑形式。前面正在走的就是马车，马尔岛婚纱摄影。来到这里拍婚纱照也是非常好的选择，到处都是可以取景的地方。对面是茶马书院，建设的像故宫一样。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，这里也是有音乐喷泉的，也是整个景区的一大亮点。看这个样子应该不开放了。就算是不能够过来的朋友，这个视频呢也可以让你抢先的看到这里的景色，或者说在视频里进行体验了。对面是海澜美术馆，大家能发现吗？它的建筑造型很像某一栋建筑，很气派。而它的旁边呢就是马尔岛酒店，据说这家酒店是5星级的，非常的高端，宴请一些客人呀、聚会呀都是很好的选择。马车又来了，以马会友。对面是海澜商学院马术表演中心，正在外立面的改善。说实话挺冷的，今天也不是周末，没有什么人愿意扛着冷风在这里逛。行，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夜景是真的漂亮。